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小播客。今天咱们聊点中国文化的一个现象啊，就是中国孩子们为什么都会背古诗，为什么都要背古诗啊？其实可能作为中文学习者啊，你们可能挺好奇的，为什么中国的孩子们好像对中国的古诗啊，就是信手拈来啊，就是好像动不动都能引用一两句啊。这是因为他们从小都有非常多的古诗的储备。那么中国的孩子们为什么要背古诗呢？是不是在父母的强压之下啊，暴政之下啊，一定要做的事情呢？啊，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？我觉得这其实啊，更深层次的原因肯定是为了一种语言的传承、文化的传承啊。因为中国的古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啊，是中国灿烂的古代的文化的一部分啊。很多人都说啊，中国其实更像是一个伪装成文明的国家啊。那么文明其实说实话最重要是什么？就是文化。文化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当然有很多，我相信诗歌绝对是一个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。就是我们不只通过这些诗歌可以和这个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对话，我觉得更多是能直接从他们那里传承过来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，如何在这个世界发现一些看起来平凡但是特别的美的地方。因为诗歌最能展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审美啊。所以中国的孩子们从小得到这种教育，其实就是为了培养一种中国式的、东方式的一种审美技巧。因为很多东西需要潜移默化，通过这些诗歌一点点的渗透进你的脑子里，让你记住更多，知道更多，不自觉的吸收了，不自觉的内化了，成为你的思想的一个部分啊。因为说实话，就是中国的诗歌啊，写的特别好的那些诗歌，说实话，1000-2000年之后读起来仍然很容易读懂，但是那种美感，那种语言的节奏啊，那种中文特有的一种语言的节奏和美感，说实话是在别的地方很难获取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人都习惯写白话文，就是怎么说就怎么写啊，当然提倡是这个样子，但白话并不是完全这个样子啊，白话就更接近于你的口语。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来都有另外一个书写系统，叫做这个文言文啊。诗歌它其实就是采用一种文言的一种方式啊，你可以理解成中国的古文的这么一种方式书写下来的篇章啊。而且古文说实话是中国文字的精髓，所有文字这种美感都是从古文这一株树木慢慢的生长出去的，开出了树叶，开出了花朵，枝桠更繁盛等等啊。要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些古文的或者这些诗词的话，其实你就能给你自己的中文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。其实说实话是挺容易懂的，并不难啊，中国的孩子们都能懂，你也可以试着去读一读，记一记，背一背啊。当然我觉得在中国孩子们需要去读古文，当然也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啊，其中最重要是2个层面吧，一个是学校啊，老师要求的，考试要求的啊，这就说明是国家的政策，教育部的政策需要孩子们懂这些东西。另外一个就是家长的要求，因为大部分中国家长都认为腹有诗书气质华啊，我们更崇尚一种满腹经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胸有成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这些诗词打底，你说出来的话感觉都更有文化，更有教养啊。就很多朋友都会觉得，哎，我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好像说话和别的中文老师有些不一样啊，用词会更优美啊，用一些词汇更大一点点，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修养，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。好的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，下期再见了。